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馆长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每年圣诞节，我总会为女儿艾玛准备一些特别的礼物。自从她的母亲过世后，这成了我们父女之间仅剩的欢乐时光。今年，生活压力如阴云般笼罩着我，薪水缩水，手头紧张，能做的只有精打细算。于是，我去了附近一家破旧的杂货店，寻找适合艾玛的圣诞礼物。杂货店的灯光昏暗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湿霉的味道。店主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，眼神暗淡，却带着一丝隐秘的笑意。他引导我穿过几排堆满灰尘的货架，最终在角落指着一尊圣诞老人玩偶。这个玩偶特别，保证你的女儿会喜欢。玩偶做工精致，红泡银狐，手里拿着一个金色的铃铛，笑容慈祥而和蔼。但他的眼睛却仿佛真的在盯着我看，闪着奇异的光芒。这东西多少钱？我问。免费老人说，声音沙哑低沉，但有一个条件，记得千万别忘了喂它。我皱起眉头，对这话感到不解，却没有深究。毕竟一个免费的圣诞老人玩偶对于拮据的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。我点点头，抱起玩偶回家，莫注意到老人背后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回到家后，艾玛看到玩偶时眼睛亮了起来。爸爸，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圣诞老人，她雀跃地说，迫不及待地将玩偶摆在壁炉旁。他可以守护我们的圣诞夜，艾玛说。他的笑容让我的疲惫稍微缓解了一些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让他早点上床休息。午夜时分，我从睡梦中惊醒，耳边似乎有低沉的声音在呢喃，但四周空无一人。客厅里的钟声敲响，幽暗的光线投射到壁炉旁。我走下楼，心中带着莫名的忐忑。那尊圣诞老人玩偶似乎变了，他的眼睛原本是固定的，但此刻他的目光清楚地望向了我的房间方向，嘴巴微微张开，仿佛在低语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喃喃自语，揉了揉眼睛，以确认自己并非看错。但当我上前想要检查时，玩偶又恢复了原样。第二天早晨，艾玛告诉我，她半夜听到有东西在耳边唱歌，而且她床边有几个奇怪的小脚印。我感到不安，决定将玩偶移到地下室，锁在一个坚固的木箱里。艾玛虽然有些失望，但也答应了。当晚，事情变得更加诡异。午夜时分，那沙哑的笑声再次响起。我起身下楼，赫然发现那尊玩偶竟然又出现在壁炉旁，摆着它原本的姿势。木箱的锁完好无损，但玩偶像是有自己的意志一般。爸爸，为什么你要把它藏起来？艾玛的声音从楼梯上传来，语气里带着些许指责。我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只能僵硬地笑笑，勉强安抚她。那一整晚，我几乎未曾合眼。我决定彻底丢掉它。第三天，我将玩偶装进垃圾袋，开车前往几公里外的垃圾场，把它丢进了最深的坑洞里。看着它被掩埋，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但回到家后，那熟悉的笑声却又一次响起。玩偶安然无恙地坐在壁炉旁，他的笑容比之前更加诡异，眼睛里闪烁着猩红的光。我突然想起了杂货店老板的话，记得喂它，为什么？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？当我捡起玩偶时，手指碰到它的肚子，竟感觉到一种微弱的震动，仿佛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跳动。我压抑住内心的恐惧，用力撕开了它的肚子，里面并不是填充物，而是一个微微跳动的心脏，周围缠绕着暗红的血管，散发着腐烂的恶臭。玩偶的嘴巴张开了，沙哑的声音直接响在我脑海里，饿了就该喂我。我的双手颤抖，几乎控制不住尖叫。就在此时，艾玛从楼上下来，看到我手里的玩偶，脸上露出了恐惧与惊骇。爸爸，求你别丢掉它，
他声音颤抖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。他说，如果你不喂他，他会喂饱自己。话音刚落，艾玛的身体突然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控制住一样，双脚缓缓朝玩偶移动过来。我试图拉住他，却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推开。艾玛，我嘶声喊道，但他的眼神逐渐空洞，嘴角挂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玩偶的嘴巴越张越大，仿佛要将整个世界吞噬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他要的食物是艾玛。我扑向玩偶，用尽全力将它扯成碎片，但无论如何，他的心脏依然跳动着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声音。最后，我别无选择，抓起打火机，点燃了壁炉，用力将它丢进火焰中。火光照亮了客厅，玩偶在烈焰中扭曲翻滚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。艾玛倒在地上，浑身无力，但她的眼神恢复了清明。然而，就在玩偶即将烧成灰烬的那一刻，他的眼睛突然再次转向了我，露出最后一抹犀利眼神以及诡异的微笑。你以为这是结束吗？他的声音仿佛被风带走，但每个字都刻进了我的脑海。隔天，壁炉旁依旧有烧焦的痕迹，但玩偶的碎片却不见了。而艾玛说，她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那个圣诞老人正微笑着对她伸出了手。雪静静地下着，铺满了山间的道路。亚历克斯握紧方向盘，车内的暖气让玻璃微微起雾。他不时瞄一眼副驾驶上的丽莎，她正低头刷着手机，脸上挂着一抹轻松的笑容。你确定这地方值得开这么远的路？亚历克斯问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。当然啊，丽莎回答，眼睛依旧盯着手机。我在网上看到的照片真的很棒。圣诞村满满的节日氛围，还有热红酒、圣诞骑士，简直完美。他笑了笑，随后转回注意力，专注于眼前的蜿蜒山路。这个圣诞村据说是一个偏远的小村庄，每年圣诞期间都会打造成节日的天堂。丽莎看到广告后兴奋不已，拉着她一起来感受这独一无二的节日氛围。车开到山腰时，夜色已经渐渐降临，村中的灯光隐约可见。亚历克斯稍稍松了口气，加快了车速。当他们到达村口时，雪地上的彩灯像星星一样闪烁，迎面而来的是一条挂满圣诞装饰的小路。木屋的屋檐下垂挂着冰柱，路边的雪人戴着可爱的红围巾，所有的一切都让人仿佛置身童话世界。太漂亮了，丽莎兴奋地说，拿出手机开始拍照。村民们热情地迎接他们，为他们送上热可可和刚出炉的姜饼。一位中年妇人特意带他们走进村里的中心广场。广场中央竖立着一棵高大的圣诞树，树上挂满了金色与红色的饰品，顶端是一颗耀眼的星星。灯光映照在四周积雪上，让整个广场都散发出温暖的光芒。这里真的太梦幻了，丽莎感叹道。欢迎来到欢乐村，妇人微笑着说，我们是专为圣诞而生的村庄，无论何时何地，这里都会为人们带来欢乐。亚历克斯点点头，虽然心里觉得妇人的话有些奇怪，但他也没有多想，毕竟眼前的一切都让人难以挑剔。他们入住了一间温暖的小木屋，里面点着壁炉，墙上挂着节日花环，甚至还有一个装满糖果的小篮子。丽莎忙着拍照，迫不及待地将这些画面分享到社交媒体，而亚历克斯则打开了一瓶红酒，准备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假期。夜幕降临，外面传来一阵阵圣诞颂歌的声音。丽莎拉着亚历克斯一起出门，村民们正围在圣诞树下，举着蜡烛唱歌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微笑，气氛无比和谐。然而，不知为什么，亚历克斯的心里却有一丝不安。他总觉得那些笑容过于一致，眼神里透露出一种说不出的怪异。但丽莎正沉浸在欢乐中，她不忍心打破这气氛，只能强迫自己放松。直到午夜，他们准备回到木屋时，
亚历克斯发现村庄的气氛开始变得诡异，广场上的灯光忽明忽灭，圣诞树上的装饰品似乎变了形状。那些原本是彩球的装饰，现在看起来像是一颗颗扭曲的人脸，嘴巴微微张开，仿佛在低声呻吟。丽莎，我们应该回去，亚历克斯低声说，拉着她的手。丽莎有些不情愿，但她也注意到了异样的氛围。当他们匆忙走回木屋时，路上的村民却突然全都不见了。刚才还热闹的广场此刻空无一人，只剩下寒风在耳边呼啸。这不对劲，丽莎的声音开始颤抖。他们回到木屋，迅速反锁了门。亚历克斯试图拨打电话，但手机竟然完全没信号。他打开窗户向外看，发现整个村庄突然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，原本温暖的灯光变成了冷冰冰的蓝色。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圣诞树下站着一个小女孩，她穿着红色的连衣裙，手里拿着一只破旧的泰迪熊，正无声地抬头看着他们的木屋。她是丽莎，轻声问。别出声，亚历克斯低声回答，拉上了窗帘。但当他转身时，小女孩竟然已经站在门口，微笑着看着他们。你们为什么要躲起来？她的声音稚嫩，却带着一丝诡异。丽莎忍不住尖叫出声，而亚历克斯则本能地抓起一把椅子，挡在女孩和丽莎之间。但女孩只是轻轻地笑了笑，转身走向门外，渐渐消失在雾气中。他们大气都不敢喘，直到几分钟后，外面再度安静下来。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圣诞村，我们得离开。亚历克斯咬紧牙关，拉着丽莎打开后门，试图避开广场的方向。他们踩着雪，沿着小路往山下跑，但奇怪的是，无论他们怎么走，都仿佛绕回了村庄的中心。每次转角，眼前总是那棵巨大的圣诞树，而树下的灯光越来越昏暗，树干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符号。我们出不去了，丽莎的声音绝望而颤抖。就在这时，一阵低沉的笑声响起。他们抬头看去，发现村民们一个接一个的从雾气中走出来，围成了一个圆圈。他们的脸上依旧挂着微笑，但眼神空洞，仿佛被某种力量操控。村长走到他们面前，手里拿着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。我们的村庄需要新鲜的灵魂，才能维持这表面的欢乐。丽莎尖叫着试图逃跑，但几个村民拦住了她。他们被拖到圣诞树下，眼睁睁看着村长将匕首举起，口中念着某种古老的语言。亚历克斯用尽全力挣脱，抓起地上的一个木棍挥向村长。匕首掉落在雪地上，村民们似乎愣了一下。亚历克斯趁机拉起丽莎，疯狂地逃向雾气深处。他们不知道跑了多久，直到体力耗尽，跌坐在雪地里。四周一片死寂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人。然而，就在他们以为自己安全时，丽莎突然指向前方，眼中充满恐惧。那棵圣诞树又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平安夜的夜晚，艾琳蜷缩在沙发里，客厅的灯光昏黄柔和，壁炉里的火焰偶尔发出细碎的噼啪声，温暖的火光映在墙上，勾勒出一片温馨的假象。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搅动着一杯红酒，目光却定定地望着桌上的老式座机电话。这是她母亲生前最爱用的东西，哪怕手机已经普及，她仍坚持保留这部老旧的电话。艾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从母亲家搬出时也带着它，也许是种怀念，或者仅仅是对过去某种情感的留恋。母亲去世已经2年了，但这部电话依然静静地放在角落，从未响过。直到今晚，深夜的钟声敲响了12下，伴随着电话铃声突兀的响起。艾琳的身体骤然僵住，杯中的酒液晃动着溢出一点，染红了桌布。她盯着那电话，不确定自己是否该接，但铃声执拗地继续着，像是在召唤她。最终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
颤抖着拿起了话筒。喂，艾琳，一个熟悉又遥远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，那声音温柔中透着一丝冷意，是我，妈妈。艾琳的心脏一瞬间像被紧紧攥住。妈，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不可能。你别害怕，宝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依旧柔和，我回来是为了告诉你一些事情。艾琳的手开始颤抖，差点抓不住话筒。妈，这是什么玩笑？你不是……我死得不甘心。艾琳，母亲的语气变得低沉，你必须知道真相。艾琳只觉得脑袋一片混乱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母亲当年被诊断出脑溢血，病发后几乎立刻去世，医生说的明明白白，哪里还有什么真相？你继父……母亲突然开口，声音里透着一股隐忍的怒气，是他毒害了我。这句话像一道惊雷，让艾琳的思绪瞬间停滞。不可能，她失声喊道，他一直对你好啊。他怎么会？艾琳，母亲打断了她，声音低沉而清晰，当年我掌握了所有的财产，而他早就盯上了这一切。他在我的药里动了手脚，让我慢慢变得虚弱，直到那天。艾琳的思绪仿佛被扯进了无底深渊，她的脑海里开始回放那些细枝末节。母亲生病的那段时间，继父确实频繁地帮她准备药物，还时常劝她早点休息。但这真的能说明什么吗？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你。她的声音颤抖，内心挣扎不已。你不用现在相信我。母亲的声音恢复了温柔，但你必须小心他。今晚他会对你动手。艾琳的呼吸急促起来，握着话筒的手几乎失去了力气。妈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话还没说完，她听见楼梯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。艾琳僵住了，慢慢转头望向楼梯口，心跳快的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。继父的身影出现在楼梯上，他的手里握着一把闪着寒光的尖刀。艾琳，他的声音低沉而缓慢，你为什么还没睡？艾琳抓紧话筒，强迫自己保持冷静。我听到电话响了，所以起来看看。继父的眼神变得冰冷，嘴角却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。这么晚了，谁会打电话呢？艾琳的背脊发凉，她知道自己此刻必须冷静。她慢慢后退，将电话放回座机上，但那话筒里母亲的声音依然清晰：艾琳，别挂电话，我会保护你。她的喉咙发钳，勉强挤出一丝微笑，可能是线路问题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是吗？继父缓缓走下楼梯，手里的刀闪着金属的冷光。艾琳，你似乎有些紧张啊。他的脑海里一片混乱，脚步不自觉地往后退，直到撞上了沙发的扶手。他低头环顾四周，想要找到能防身的东西，但房间里的每一个阴影都仿佛在逼近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艾琳终于忍不住质问，声音里透着颤抖。继父的笑容变得阴冷，脚步也不再掩饰。他举起刀，一步步逼近。你妈留下的那些财产，你该知道，我是唯一的继承人。但很遗憾，律师最近告诉我，你还是有优先权。艾琳的脑袋轰然一声炸响，母亲的话瞬间变得清晰起来。原来，这一切是真的。就在继父挥起刀的瞬间，座机突然响起了刺耳的铃声，震得两人同时一愣。那声音异常响亮，仿佛充满了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。艾琳，母亲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，现在反击。艾琳猛地抓起桌上的红酒瓶，朝继父砸去。玻璃碎裂的声音和他痛苦的叫喊同时响起，刀脱手落地。他踉跄着后退，捂住流血的额头，眼神中充满了愤怒。艾琳趁机捡起刀，双手颤抖地指向他。别靠近。继父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屑的笑意。你以为你能杀了我？
就在此时，电话铃声再次响起，这次伴随着一股异样的寒意，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冷了几分。继父的表情开始扭曲，他瞪大眼睛，仿佛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他颤抖着后退，嘴里喃喃着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空无一物的角落。艾琳的心脏狂跳，但她也开始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房间里流动，仿佛某个熟悉的存在正在保护她。继父的身体突然剧烈地抽搐起来，他的脚步不稳，最终仰面倒下。他的眼睛睁得极大，嘴里还带着一抹难以置信的惊恐。房间再次归于寂静，座机的铃声也停了。艾琳跌坐在地上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眼前的一切让她无法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。她缓缓拿起话筒，里面依然传来母亲的声音：“艾琳，别害怕，宝贝，他已经不能再伤害你了。”妈，艾琳的声音哽咽，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。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。母亲的声音越来越远，记住，永远要保护好自己。话筒里只剩下杂音，艾琳紧紧地握住他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几分钟后，警察赶到现场，发现继父的尸体扭曲地躺在地上，脸上的表情异常恐惧。但让他们费解的是，他的死因竟是心脏骤停，完全没有外伤。而艾琳手机上的通话记录，最后的一通电话竟然显示为未知。从那天起，座机再也没有响过，但艾琳知道母亲始终在守护着她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我是鬼影，我们下次见。